快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来了，还没有时间了。那个水很麻烦的，叫他换一个 pancake，或者 drink bit very long 哎，everybody order drink die。他跟我们讲他原价的肉，我们就吓到，我们在想，我们买那个鸡肉里面不用放东西了，已经1花到的把这。如果我们的价格很高，你要知道为什么呢？开档喽！夜市新手，两组艺人在夜市开档进行 PK， 挑战时限24小时。接受挑战，赢取开档资金后，他们将根据特定主题设计菜单，准备食物，在夜市售卖。赚最多利润的一组就是赢家。巨大的帐篷里，一个个的美食摊位售卖着各式各样、香味扑鼻的小吃。今天后港组屋区的夜市更添加了一股阳光帅气，原来是4位英姿飒爽的艺人来到了这里，准备接受夜市新手24小时大挑战。我小时候印象巴沙麻辣毛是晚上才开的，一样回事，我们也没有差很多的。因为我大你11岁耶。我觉得夜市对我来说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回忆，因为每次楼下一有巴沙麻辣，都会曹妈妈就是给我一点零用钱下去买一些小吃，所以那个是我小时候增肥的其中一个回忆。我来一个烟啦。你觉得你们这种卖 ice cream 的会不会很受欢迎？还好。那你觉得比较受欢迎的是哪些？奶茶。奶茶。你多久没有来巴沙马拉吗？至少1年。我是好几年没有来。说真的，巴沙马拉毛对我是有点陌生的，因为我从小到大是比较少去。哎，你来巴沙马拉最想吃的是什么东西？必买就是台湾香肠这里，因为小时候啊我们没有钱买，对，所以可以买1串，今天我们就买2串。OK， 2串。你们是卖泰国奶茶，是不是很受欢迎？他们说了。还不错。你觉得这边最受欢迎的是什么？目前我觉得鸡排吧，鸡排生意挺好的，因为没看它的 Q 都很差。我看到。我想到这种肌肉男孩就是喜欢吃这种肉类的食物。小时候我在新加坡没有看到有这种 beef Q， 因为是台湾的，台湾流行的是吧？所以你们有什么技巧啊？还是你们在这边这样卖，他们顾客全部自己送上门？还是你们会讲，哎，来，我们来买？有没有东西好吃？所以重点是东西要好吃。这个问题很大。因为我认识何门，然后我知道他的个性是他很 freestyle， 然后也很好玩的一个个性，所以你跟他搭档的话，你会觉得 stress level 就没有那么高，你也不怕冷场，因为他是一个满口废话的人。椰子跟花生。OK， 你要自己来做一下嘛？可以自己做啊？那我要 try。真的啊？哦，这样的啊。OK， 给我再 try 一次。其实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们之前有合作过，然后我觉得我们的默契是挺不错的。加多一点啊，是我们的。按一下，先按一下，这样。按一下 OK， 然后我再放粉上去盖就可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做猪肚贵，然后他说真的不是很难，但是你要做得好，做得快，这个就是功夫所在哦。我觉得我做的比较好吃，因为我比较贪心，我放多点料。我觉得这个炸雪糕很好，你看又是炸的，又是冷的，其实就是一箭双雕。Hello，fried ice cream。吃到很 heavy 啊！你们要不要吃大雪糕？我们请你们大雪糕，我们我们是5块钱，你们是我们有花我们买了3道。其实那时候碰到的时候，还没有说有那种敌对的感觉啦。我觉得他们就是看起来就是有那个气质啊，然后做东西的时候就是很帅哦，就是我觉得我没有了啦。你知道为什么花这么少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希望买很多东西吃的，然后每个单组都要送我们。因为罗密欧其实人气算蛮高的，对，可能担心就是刚刚比的时候就会输在人气。来。开档喽！夜市新手，4位帅哥听好了，本集主题是高富帅，请到集合地点进行资金挑战。快！摆个姿势，跳格子，秀一秀模特走秀技巧。2组各派1人，依循图像跳格子，另一人负责用手机拍照。每跳1排格子，一人得摆个帅气的姿势，让队友拍张照。完成度最高的一组将获得更多的开档资金。你不是做过模特吗？你不是做过模特吗？模特不一样，我们模特是往前面这样看着走，
这个是4只脚，可是你是我俩这样趴着。我觉得我跟何门还有多一个优点是我们两个默契挺好。我直接看到他，他讲说我，所以我就OK 很好，就是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各自的优缺点。看到那个地板上那些脚印啊跟手印，我在想 OK 啦，有可能有机会可以胜。因为我本身是有舞蹈背景的嘛，一讲到肢体语言呢，我就可以把它拼起来了。跟其他艺人出国的时候，我记得宣婷和莹莹他们照片都是我拍的，而且我拍的挺漂亮的，所以我对自己的摄影能力还是挺有信心的。看到对手就是何门的，也不想让 Aiden 去跟一个这么高个子的人比。我们一起喊了，你们喊了，好不好？3、2、1，开始！看镜头，来，跳 snake。哇，不用 edit 的嘞，哇，这个真帅，哇，这个更帅，可以啦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其实我们两个也觉得很自豪，因为他每一个 pose 我都有捕捉到。它难度就是在你刚开始看你以为是很简单，可是其实它有一只手会在你脚中间，你的脚要跨过来这样。审核了2组的5张照片，显而易见的，红组的坤耀虽然人高马大，摆姿势面对镜头却一点也难不倒他。蓝组的韦德呢？哎，这张照片总算看到你抬起头了。那我们的何门多好看！我觉得这张照片输了，为什么吗？因为它主题是帅气，这个很帅，这个有人性攻击耶，我脸有关的啊。哦，有了。恭喜赢家红组获得300元资金，蓝组则只有200元资金。哎呀，没有办法啊，那个摆 pose 的人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这种游戏就是听天由命，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，因为你用的多，你就得赚更多钱来补回来；你用的少，你就赚少一点钱来补回来。所以它有利也有弊。拜师学艺，马上寻找帅气达人拜师学艺。有钱就可以了。我们就一起走 ，OK， 来，我们走吧，走。我觉得多一点钱也是一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买的食材可以买多一点，买好品质的。只要我们做很好的 budgeting， 我觉得不会是一个问题。现在第2点就是高富帅，什么主题是高富帅？真的很广哦。我觉得高富帅真的什么都可以。如果你是个高富帅，你要做食物给你喜欢的人吃，你会做什么样的食物？可爱的吧。第一个想到就是那种 rap。OK， Dorito wrap 这种，因为它高嘛，你可以弄它很长，然后富就是里头你放的东西啊，就很多这种富有的嘛。帅呢，你把它包得好看一点啊。我相信大多数来跟我们买东西的应该都是女性朋友们，所以有什么东西会让他们眼前一亮，买得开心，吃得开心，以顾客为出发点。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理念出发，可以吗 ？OK， 所以已经得到了制作组的批准，所以我们这样想，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类似一个像男版的 Make Bay， 在 Pasar Malam 经营男版女仆咖啡厅，听起来不错嘛。但到底能卖些什么呢？或许能在拜师学艺的环节里找到答案。所以你觉得我们会去哪里？我觉得我们被绑架。这个制作组他们很喜欢把一些 A 的东西变成 B， 黑的东西变成白，所以讲说可能这个人也不是厨师，可能是个 salesman， 所以教我们怎么卖东西，而不是说煮的方面。Hello， 我又很香了。我知道你是谁。我们4位高富帅为了夜市挑战，来到了一个神秘地点拜师学艺。到底他们的名师是谁呢？我知道你是谁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请来的正是高富帅壮的猛男名厨 Chef Melvin 李尚斌。他会分享哪些高富帅烹饪技巧呢？我会教你们怎样做一道菜 represent 高富帅，高蛋白质，富有营养，帅就是你们啦。所以我们可以开始准备。这道低卡高蛋白的薄荷优格蒜香鸡卷做法简单，4位帅哥要用心学习哦。Aiden 这里你就把这个蒜切成很小粒，因为我们要 marinate 那个鸡肉。好，我们这里用 iPower 吗？没有，这里你们就做 yogurt dressing， 你跟何们就可以调味。Yeah，that's perfect。对，哇，何们可以放糖了。哎，你说你会下厨了？Romeo，你不要相信他 ，please。完了，我这组完了。
亡羊补牢，犹未迟也。罗密欧，加油喽！所以是有 sugar 我们用蜂蜜。蜂蜜 yes， 蜂蜜 is actually very good for nitric oxide， 多一点，因为你的 partner 放太多盐。Chef Melvin 教导大家如何调制薄荷优格酱，并分享蒜蓉腌鸡肉的秘方。帅哥们可学上手了吗？罗密欧，你做的很好，只是我们很慢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没有时间 bro。这队友不是我选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的很好了，我不要给你。不要讨论队友好不好啦，争取时间学厨艺才是重点。It's all crispy and nice. That's why sometimes when people do cucumber salad 的时候啊，它的水分很多 ，right？ 是因为它的籽，所以这样就会很脆。然后就切成片，切成小丁。Chef Melvin 教导孙正和韦德如何备料之后，把煎面皮的任务交给了坤耀。Prata compared to 面包，它会比较健康，它没有那么多糖分。你的配料和 Prata 一起吃的会比较健康。Alright， 做这些 tomato 跟 cucumber 放在这个碗里面，搅在一起。会不会是 setting 的问题？我觉得你们来都会黏过的。哇，我不想看。所以你们这个很好的沙拉 ，right？ 我们就 focus 在这里 ，OK？ 通过这个小小的体验，我们能够很明确的看到，我这一方的厨艺是比另外一边好的。四模四样哦。哎，坤耀，你究竟行不行啊？他跌掉了嘞。我们用 oven 了，我受不了了。OK， 我们用 oven，OK？ 哎，名师出不了高徒，只能自己动手啦。煎鸡胸肉啊，它要很扁 ，because 鸡胸肉没有很多脂肪，它很快速的就要煮熟，不然它会很柴啊。他教的东西，我觉得当然是有很多的知识在里面。处理鸡肉的时候，原来你不能一直翻转它，还是不能把它切得太碎，不然会流失那个水分。被坤耀搞砸的印度煎饼总算烤好了。Chef Melvin 接着示范如何把馅料铺在煎饼上，所以它的口感会很 interesting， 因为又冷又热。最后再加上一些橄榄油以及黑胡椒，就大功告成了。虽然做出来很简单，可是你吃起来的时候很多味道啊，而且口感也是很爽啊。干嘛加honey上去？不然你上 curry sauce。curry sauce 啊，都可以啊。他这样准备的一个 wrap 哦，那个步骤其实没有那么多。对，然后我们也担心说太相像，然后被可能 Aiden 跟泰勒的主控被让我们搞逼。然后我又很庆幸说，我还好在巴士的时候你们有拍，我们其实已经讲好要做这样的一个。对。嘿，别想太多，先进行食材挑战再说吧。抢答题，丢骰子，回答有关健身饮食误区的问题，抢先答对得1分，答错或落败的一方丢骰子接受惩罚。得分最高的一组赢得额外食材，可自用或强迫对手使用。他在入行之前是一个专业的私教，所以这些问题的答案全部都是由他来抢答。然后我的工作呢，就是阻止另外一方不要到那个按钮。想要锻炼出肌肉，饮食方面必须增加蛋白质含量。True。为什么？问倒你了吧？那是因为蛋白质有助于肌肉的增长。红组得1分，蓝组丢骰子。不下。这真的很痛，脚一落地就感觉到真的是剧烈的疼痛。我看了我也痛。这蛮好笑的。那个真的很痛。不想受苦就答好下一题吧。减除脂肪必须避免碳水化合物的食物。对，错。哎，等一下，问题多一次可以吗？哎，再听几次都改变不了现实的。人体需要碳水化合物为能量，因此就算想减除脂肪，也不能完全避开碳水化合物的食物。答题错误。一听完了我就直接冲了，也没有去仔细的消化那个问题。导师自己完成3题。哇！啊？为什么我要帮他们做？所以那个是蛮好笑的。应该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看他做的是很简单。怎么没有人 PM 我这个的呢？ Chef Melvin， 你就别纠结啦，反正有肌肉就不怕秀嘛。接下来第3题，想减除脂肪，做有氧运动就足够了。错，你答对了，只做有氧运动是不足的。还有饮食。Very good， 你不要丢那个，多一次啊！哦，跳！耶！哇，你们很 lucky 啊！不吃早餐有助减轻体重。
True， 5、4、3，错。Smart。其实体重管理要注意的是饮食上卡路里的摄取，不吃早餐不会减轻体重，反而可能让你一整天都无力行动。快点，哎呦，9、4、7、8、9、10。OK， 恭喜你们，所以你们赢了2比1。And then 奖品是3公斤的 Greek yogurt， 你可以决定你要用还是给他们2个用。如果你给他们用了，你就不可以用 Greek yogurt 啊。最好是不要给我们这个 Greek yogurt， 因为 Greek yogurt 真的给我们的那个 yogurt 可以用来做什么？我有想到啦，就是那个 yogurt 拿来做饮料，可是那个就要加多一个工了，所以很浪费时间。我们用吧。OK， 所以你们用的，你们就不可以用 Greek yogurt 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毕竟我们的预算有限啊。对对，而且是3公斤。就是在晚上，它的人流还是挺多的。哇，玩那种啊，那种不容易哦。这个不容易耶。抢滩大战，空桶投球，每组各有8次投球机会，成功把最多球投进桶里的一组就优先选摊位。准备啊，3、2、1，开始。一开始玩的时候呢，我就没想到我那么厉害了。我觉得我最讨厌的夜市游戏，那个就是其中之一，怎么丢也不会进。技巧有可能70%了，然后运气真的是30%。Chef Melvin， 其实何门也不赖，他虽然煮东西不是最优秀的，可是他玩游戏挺优秀的。你看他进了2粒球。因为我不喜欢玩游戏，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玩什么都会输什么。哎，你们不丢啊？尤其这种丢球的，我从小到大就特别差。我们0，哇，算了。恭喜红组以3比0获胜，马上去选你喜爱的摊位吧。这里就是巴沙马浪的中央了，中间的中间。这里的地点很好哎，可是那个人潮呢，都来自于另外一条路。人家买了要找一个地方坐，会坐在这里吃。我对那个中央的这个摊位有一个 connection， 所以如果叫我选的话，我会选这个。我有这个想法，就是要让他们玩心理战术，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汤铺，然后他们就会选嘛。可是他就不理我，他就说他们不会听你的。快点选好不好？没有，给我们去找另外一个先。哎呦 ，audience seat 哎，其实这边也是不错，看这边是有自己的人群啊。也有可能很多人就坐在这边看。然后之后他们去2个当铺的时候，我就尽量就是添油加醋哦。觉得这里很冷清哦，感觉上有一点近，这边有点偏僻啊。我就看这个走向，这2个人真的好像被影响了，确实有被影响到。台上讲的都可能是反效果，还是我们不用管大家讲什么，我们跟彼此讲话就可以了。很近很近，我一下感受一下吗？都不管。我自己私底下是比较喜欢那个角落头的摊位的。因为我不喜欢嘈杂的地方，所以对我而言，那个摊位的气场还有地理位置都跟我很合拍。我们选那边，最后决定吗 ？Confirm plus chop， 那你们留在这边吧，拜拜。耶，我们是想要这边的。也能笑到这样开心。夜市新手24小时开档挑战倒计时开始，4位帅哥从容以对，谈笑风生。究竟他们对于高富帅的这个主题有什么想法呢？我要有一个主食，我要有一个甜品，然后我也要有饮料。所以既然我们已经选定像松饼还有饭团这么日式的东西，那饮料我也想要偏日式的感觉。所以我们明天要卖的东西，我们大概是有讲说，像是叫烧饼吗 ？roti prata， 我们就用那个 roti prata， 我会煎它啊，那个鸡肉了，鸡胸肉，鸡胸肉。可是那鸡胸肉我们会剁碎。之前呢，其实有和很多摊位打好关系，我们可以跟他们接到一些煎盘，然后我们也可以跟一些摊主谈好，说可以给我们免费50杯饮料，所以这2个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多。随便选啊。因为我们觉得放在我们的摊位呢，就能够帮我们招财。哦，就那个时候我们是觉得，资金多也不错啊。开档喽，夜市新手招手。今晚2组艺人将在后港夜市开档喽，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？ OK， 我们终于来到了483。好 ，OK， 我们已经写了一连串的东西了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会买鸡肉跟菜。
菜市场，那个地方也是我不是最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那地方可能湿湿的，然后那些腥味很重啊。可是我也知道我们的金额不多，所以必须要在吃巴沙这些才能讨价还价。如果我们要买22公斤，你有吗？没有22公斤的鸡肉，那你有多少？然后你可以，因为我们跟你买到完嘛，你会卖最便宜跟你买到完。他跟我们讲原价的时候，我们就当24公斤，我们就吓到，我们在想，我们买那个鸡肉里面不用放东西了，所以我们在想 ，OK 了，我们有可能减少我们要买的那个数量，所以那个鸡肉我们不要买那么多，而且我们尽量啦去杀价。昨天晚上呢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尝试这个饭团到底应该怎么做。我这一生没有做过饭团，所以回到家啊，我真的很心虚哎。我昨天做那个 experiment 都花了100块钱，哈，100块就那6粒。我做了2个口味，一个是三文鱼的，一个是金枪鱼的。那个金枪鱼的 OK 可以接受，可是那个三文鱼的我觉得很难吃。我讲 OK， 明天我到了现场，我一定要调整它的食材的比例，让它更好吃一点。如果我们的价格很高，你也要知道为什么。没有，确实它的成本价确实很高啊，不是我在骗你们哦。扣多2块了，32了，32，不能再扣了。巴萨的好处就是可以讨价还价了，而且呢，他们就是有一个 community 啊，就像巴萨马兰一样，你认识的人呢，他给你多一点，你需要帮忙跟他借东西呢，他也是会借你。Hello， 姐姐你们好。要吃要好吗？我要找三文鱼，多少钱？1公斤38。可以便宜一点嘛，因为我们预算有限。因为我觉得做生意其实也不好去讨价还价，看到他们这么努力的去售卖这些产品，你去跟他们低价购买，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已经1块多的把这边。可是我听说另外一对哇，砍得非常厉害啊。全部去骨了，Thank you，老板。15 kg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刚才原本老板只是卖我们10公斤而已，可是他突然间很 happy， 他给我们15公斤，100块。因为我们是做饭团，所以用的肉干呢不应该用那个切片的。幸亏抹茶粉啊、肉干都是有赞助，以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价钱售卖给我们，非常低呀，非常低，几乎零。So this is 就是碎片肉干。哇，它的肉片其实蛮厚的。两组艺人运气不错哦，采购食材都大有斩获，东西都买齐喽，是时候回夜市准备开档了。我觉得该有的对，该有的都有了啊。首先我们是处理那个蒜头，我还以为我在处理那个蒜的时候，你会处理那个鸡肉，然后在处理一半，我转过去看，哎，你也是在处理那个蒜啊 ？OK 了，我们一起处理哦。因为其实我有点 lost， 我不知道那个方向是怎么去吧。所以我们处理那个蒜之后呢，我们就一起处理那个鸡肉。这一生没有处理过这么多分量的鸡肉。然后我们处理完了之后呢，啊，老板就过来。我们切到这样，然后要腌那个肉是 OK 的吗？这样的形状？然后要铁板吗？对，鸡肉很容易成熟。所以你认为这个是太大块了，还是还可以再小一点？是的，是的。我们就重新处理我们刚处理过的那个鸡肉，觉得。刚开始是有点乱，不知所措，因为不知道要先做饭团呢，还是先做煎饼。因为我怕了，如果我先做煎饼的面糊的时候啊，就怕那个面糊会变硬，我就决定就帮他先煮饭，然后慢慢的去尝试。他是 Elias， 我从小就认识他了，然后他现在是一个抹茶供应商的老板，还有专家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些抹茶饮料，都会由他来教导我们怎么做。他已经事先设计好要做3款不同的饮料，所以他的工作呢，就是来准备好这些所有饮料需要用到的原料，然后我就要去跟他学到底怎么做这3个饮料。然后老板来教我们怎么煎那个鸡肉，我觉得那个很好笑。他真的是拿一片这样，然后打那个油呢，哇，好像很专业这样。我觉得他做的是很好看，很好看。然后煎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是有那个卖相，而且呢，吃的时候一定是很好吃的。对，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时间。老板在那边看我们怎么煮，他就会吐血。对。做完第1锅饭，调完饭之后呢，粉丝团就会来帮忙了。然后我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调第2个饭团需要的饭，然后最后才是第3道。我的 pancake 的卖点就是会掺一些麦片，比较健康。这个不好看，因为不到我的水准，就完全没味道。然后我就慢慢加了加去，就找到那个点。有没有？不错哦。
哇，可是真的很忙啊。 2个小时之前，我觉得我们足够了，巴达了。等一下一开档的时候继续煎哦，煎而已嘛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如果你要包的话，我就帮你包哦。你很紧张吗？我没有看到你很紧张，真的。我就可能因为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头，我在那边煎，我在那边。你看你在自己的世界里头，我没有注意到你自己是不是很紧张？我这边流血失血过多，你都不懂。你是紧张什么？ 因为我是一个也会想多一点的人，我会想到后面比较复杂还是不好的东西，所以我会 try to preempt 我自己。哎呀，不管有压力没压力，现在就赶紧卖力为大家介绍今晚的菜单吧。 我们这个组合就叫做饭团兄弟，所以饭团呢有3种，这些饭团叫做欧巴 Giri。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高富帅，所以我们所呈现的食物呢，都是我们觉得这个高富帅可能想要做给他喜欢的人，我们觉得他们吃到看到会很开心的小食物。 那下一道呢，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准备的 pancakes， 因为它是一个熊的形状，最重要的食材就是希腊酸奶，然后我就融合在 pancake 里面。这个饮料呢，它也大有来头。刚刚我们已经学会怎么做这些，然后第一次尝到的时候就觉得哇，这真的是 cafe grade 的饮料。那高富帅对我们2个的定义来说，第一，高级料理不敢当，但绝对是营养高、诚意高的夜市佳肴。 附上诚意制作，新手合作，回味无穷。率先购买，外加附送，收获满满。首50名跟我们买的话，将会有1张礼券，可以换取一杯你想要的饮料，有很多种各式各样的饮料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 Lovely Chicken Wrap。 Yes。 都说认真的男人最帅，今晚咱们的4位高富帅是否能经得起夜市新手的终极挑战呢？5、4、3、2、1，开档喽！夜市新手，你们不用站在那边那么害羞了 ，OK？ 你们要买几份？对啊，一人1份。一人1份，2份 ，OK。我觉得一开档的时候我们就很 relax， 我们因为最紧张就是那个筹备的过程嘛，那个东西你没有筹备好的话，你要怎么开档？ 要拍照吗？可以，你是我们的 first customer，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招待。我觉得一开始那些真的是蛮好玩的。前50名呢，就是会拿到一个 voucher， 可以去领一杯奶茶。我们这边真的是玩啦，然后就是跟他拍照啊，全部。你玩比较多啦，我看你跟那些顾客好像那种10年没有见的朋友这样。你是来支持我还是 Romeo 的？2个都是啦，支持Romeo比较多啦。我从今天早上在这边，从9点到现在，就是为了煮给你们呢。我要一个那个饭团套餐，就是3个饭团啊。好，等一下啊，需要一点时间。第一批卖出去的时候定价有点误解，因为它是一个套餐嘛，所以我以为是3个饭团加我的2个煎饼，再加一个饮料是15块。饭团里就6块，如果是套餐就15块。啊，对。套餐是加水吗？对，加水。Hello。那你要哪个饭团？因为只有一个可以选一个饭团。 15块钱一个饭团加1个水啊，一个。那个菜单价钱是我们粉丝写的，所以我没有看到。那个亏大了。幸好是只卖出第一批啊。Hello Melissa，what would you like？ 卖的时候是忙不过来，因为 Aiden 要准备他的饭团，然后我就要准备我的松饼。如果一个客户要买水的话，我们也是要去做那个饮料。那个水很麻烦的，你可以叫他换一个 pancake for，that means it can be either sushi or pancake， 的水额外点。或者 drink take very long everybody order drink die。所以之后他就发现我做饮料肯定做得比他快，他可以帮我在前台做那个饭团的东西。On top of that， 他还有时间去煎那个松饼。所以到后面呢，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模式。Hello， 妹妹，好吃吗？你的手指，这个更好吃。你的手指好吃吗？要不要放那个 teriyaki sauce 在你手上？开玩笑而已啦。我是在想说我的食物够不够，然后我必须要专注的把这个东西做好。反而是我的搭档他们。就说你走掉，你不要跟我拍照咩？你不要跟我拍照啊，这样没有心哎你。我觉得他比我更轻松哎，他在旁边可以讲废话、唱歌，然后跟那些顾客聊天。我只是一直这边一直包，所以我觉得我们2个的反差其实还挺大。很好喝，味道很甜，很清爽，但有点甜甜的，因为上面的酱。因为陈罗密欧
所以我们来这个夜市，因为我老婆想要看到它，所以我排队来吃哦。它皮很脆，它鸡肉很滑。那现在卖个 black sauce， 很像那个 black sauce。我给9分，因为还有1分可以进步。你要给几分？我讲你干掉农民哦，你要给10分。啊！你先拿这个，你的水是哪一个啊？这个对吗？对的。 OK， 我会给自己打一个70、80分。刚开始都有一点点手忙脚乱，但是半个钟头过去了，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流水线了。然后每个人都大概知道应该在做什么东西。33对吗？对，好，谢谢。按照我们的烹饪能力还有时间，我们做出来的饮料、甜品还有主食，确实是跟我们心目中想象的很接近了。然后我觉得来到我们这个摊位，他们一定会吃出一些惊喜。就是其中一个饭团我很喜欢，就是因为它有肉干，还有肉丝，所以我觉得口感真的是很 local。Aiden 做的这些饭团都特别的有味道。我也是啊，肉干因为是 gourmet 的，好吃。是你叫别吃啊。海乐很用心的把这些巧克力都挤出来，所以他做的那么用心，我吃的也很开心。我说这个是很可爱，然后这一个它还有一个 shrimp 的，也是挺美的，就是那个卖相很好，很好喝，因为这个是 hojicha， 然后有加牛奶的。我的是没有加牛奶的，有薄荷、有柠檬，还有绿茶，所以非常健康，而且喝起来有那种 punch。看我的脚看到这样，为什么找一个桌子这么低呢？我是蛮开心也欣慰，因为看到每一个顾客几乎他们都叫一整个套餐。因为其实28块算是蛮贵的。这个我不够啊，等下。我的 package is running out。所有的饭团基本上是第1个钟头就卖光了。幸亏那个卖光的是我觉得最不好吃的。啊？什么？破掉。破掉？那个哦，那个它破掉了。外表不重要，那里面好吃是最重要的。我给你多一点点肉。因为我们必须要从那个 oven 里面拿出那些煎饼，然后再弄热多一次，然后再包起来嘛，然后卖出去。然后我们发现到最底层的那煎饼全部是油的，因为那个 stack 的那个煎饼上面的油分这样慢慢drip下去，所以下面那几层呢几乎是片 oil sheet。对，所以到下面的时候真的是不能用，我们要拿出来煎，不然呢就是用不着啊。对。我只剩下10个饭团。Can make some more, cannot make some more。我需要时间，我不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，我一定要等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才能够准备下一批的饭团。我只剩下2种口味了，而且只有2个，我可能先卖饮料吧。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一定要当机立断。我卖不出那饭团，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饮料的钱先收到。要不要帮个忙拿一下？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因为我们饮料比预期的卖得多，因为你在做菜单策划的时候，到底是哪一个饮料会比较畅销，你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买。只要是新手，都会出现的一个 operational problem。Pancake can。因为饭团卖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决定就专注在松饼，就很努力的一直在放那个面糊啊，然后翻来翻去。我以为我的松饼能够支撑蛮久，我是发现我的松饼越来越少。所以我们就出现一个断货的问题哦，断货就是我们的营业额也会受到影响。哎呀，我只能说，天下的帅哥都是一样的，因为红组这里竟然也面临了类似的状况哦。我发现到 Prata 后面慢慢的减少的时候呢，我在煎的时候那个速度不够快啊。哦，不可以讲太多话，而且啊，拍照这种呢，我们不可以拍太多照片。而且我发现到讲这番话，我今天会 roll eyes。一个12个。sorry， 我不可以开玩笑，我很 serious。那是这样。有些人就一来就哇10个啊，15个，15份够。OK， 15份。OK， 我们做15份。哦，我很感激他们，对，他们就是买那么多，可是我们不可以做那么多。其实 rush order 会让我们更有压力。我们那15份不要把它打给。OK， 我 out。这最后一杯我做不了了，刚刚好。2个慢慢。OK， 2个成交。OK， 2个阿强 OK。我很累，今天。2组夜市新手就这样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结束上半场的挑战。到底哪一组的生意更好，能暂时领先呢
24小时夜市挑战上半场结束，到底谁先拔得头筹呢？还活着吗？腰酸背痛，我觉得明天我要去找中医。你会觉得那个桌子很低啊？很低。制作组可能之前就是安排给 Jeremy 他们。我听说你们卖很多东西，我觉得下半场我们要休息了。什么来的？你们呢？哦，这是我们吗？我们这一组暂时领先，可是我听你们说那个差别不大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他们说 ，OK， 我们的下半场可能必须要把价格调高一点，才能赢这场游戏。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价格不比他们高，而且他们准备的时间花费也比较少，所以因为他们只卖一个嘛，觉得我们高估了自己啊。中场挑战，别气馁，你们还有一次翻身的机会，马上进行中场挑战，铁壁擂台。铁壁擂台，2组艺人将轮流击打离球，得分最高的一组就是赢家，获得转幸运轮盘的机会。我跟 Aiden 都觉得很 stupid 的一个 game， 因为我们不擅长在这种很有暴力的东西。我跟何门呢，感觉是泰勒这一组会赢，因为泰勒他是打跆拳的嘛，然后你看他的个子也是这么大只，一定是有力的。哇！我看他们打先，我就放心了。打！可以。啊，对。可以的啦，可以的，我帮你按来。哦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，我不喜欢暴力。这个转你的腰，转你的腰。你看你。813。哇 ，Break record。908。恭喜蓝组获胜，咱们转轮盘去吧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选项。第一个，敌方一组员单手操作15分钟。啊。第二，组内互换工作岗位15分钟。这什么？最不想当然是过去帮忙啦。因为他们两个很喜欢捉弄人。对。你过去那边不懂叫你做什么东西。对，他们两个都是古灵精怪。幸运女神是罩着我们的。我跟何门这边讲说不行，现在又输了150块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个价格调得更高一点？哎，到底是有幸运女神眷顾的蓝组将获胜，还是暂时领先的红组能成为赢家？最后冲刺马上开始！是新手，快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来了，还没有时间了，要几个？我1份，他2份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是18块1份啊。1份。愿意还18块的人在前面，愿意还20块的人开始可以站后面。我们必须要在最短时间赚最多钱。然后呢，他一开始宣布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到后面排队的人啊，慢慢的减少，会看后面，大家都没有人了。我们要不要把它降低一点啊？So basically， 我们的那个最后那半个小时哦，就很像股票这样子啊，又上又下。下半场后，我们决定要涨价的时候，有点心虚，因为不知道涨多少，而且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。剩下的时间其实不到1个钟头嘛，确实是分秒必争，然后能够接一个单子就是接一个单子咯。中场休息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个神秘嘉宾 Jeremy 田明耀，然后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是，他也没有插队，他就是认认真真的在队伍里面排队。剑刺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剑刺。我快点，你不要给我压力。他能够下来支持我们，这个心意我们是收到了，而且他还买一整套。好，谢谢你。哎，不错哎，来了，不错哦，那饭不错，跟便利商店卖的差不多一样。它比较好一点，是因为它的料比较多，好吃料多，值得。我们看这样可爱，你看这个 pancake， 哎呦，我觉得这 pancake 哦，应该是以呆了的型，因为我没有看过这样大的 bag 的。OK 哦，自己换钱自己找钱。Of course。OK 哦。这个帮会很适合我现在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健身，所以我觉得吃的很健康。我觉得要帅哥，可能他们穿太多了。我觉得他们如果穿少一点，可能会迷上啊。我吃 pancake 我就觉得哦，好帅哦。厚道的田明耀支持了好兄弟之后，一样来到红组这里给予支持。我觉得不错啊，只是有点干呐，不加上那个酱汁 OK 了。我觉得我可以给我觉得8分7分啊。
我觉得帅气哦，因为有何门在，所以多多少少有拉低一点。我有一个很大的 order，600块钱，谢谢我的 Julia Club， 他们一起 combine 的这个大金额。所以我在想怎么准备，我们有没有60多个 prata？ 没有，所以我就想到，不然把那个 prata 弄小片一点啊，至少他们有东西看，还可以欣赏。而且呢，我发现到我慢慢做出来的，越做越好看，就像一个玫瑰花这样。After 那天的拍摄呢，他们有发给我，讲说他们吃不饱。我们就是想充分的利用这个时间，把我们所准备的所有的食物都卖出去。呀，到底能赚多少钱，这是其次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收档。谢谢你们，非常辛苦，非常累，也很感激粉丝最后1分钟、最后1分秒，他们是继续购买我们所有的食物。虽然我们已经收档了，可是呢，我们刚才有很多的 large order， 我们已经跟他们解释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刨冰了，所以我们会把菜和肉煮给他们，他们也愿意接受。所以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食材全部煮完，也不要浪费食物。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成绩是怎么样。哇，还有啊，我还有多一个，我还以为只有216这样。你们也好贱哦，你们。其实是有一点担心的，可是没有担心到哦，我们会不会输？后面3个号码我们已经赢过他了嘛，所以如果前面的号码是一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赢了。啊？哦，150。哎，为什么你们加200？为什么我们有加200？原来我们的高富帅导师 Chef Melvin 刚才静悄悄地来到夜市，品尝了2组的食物，还根据2组的表现进行评分呢。看一下夜市用心奖，恭喜你们获得夜市最用心奖！你们的 onigiri 也是造型做得很美，材料也是真的很细心去想。So congratulations， 获得额外利润150块钱。此外 ，Chef Melvin 还根据高、富、帅3个元素做出点评。第一就是高蛋白质 ，Herman and Romeo 的只有鸡肉嘛 ，Aiden 跟 Tyler 的这个3个 onigiri 跟他的 pancake 全部都有蛋白质 ，pancake 就有那个 Greek yogurt，high protein， 这里有 salmon 跟 tuna，and then 这个也是肉 ，so 蛋白质 wise，I think Aiden and Tyler 是肯定赢了，然后这个就给他们，富就是富有营养，这边 Herman Romeo 的它有 carbs 生菜。then 里面还有蘑菇，所以我觉得很 balance 啊。他们知道，这里可能是太多 carbs 了，因为全部都是饭嘛。then 这里又是 pancake， 又是有淀粉 ，so 我觉得 balance 呢应该是 Herman 跟 Romeo 的。而帅气这一环呢 ，Chef Melvin 则是以2组介绍菜单的片段来定胜负。有自信才比较帅 ，so I think 我会给 Herman and Romeo 啦。so 恭喜 Herman and Romeo， 你们赢了。谢谢猛男厨师。你讲，哎，这个是不公平的。我们有 tagline 的。Chef Melvin教你做那个食谱，你们自己拿来用，还可以拿到200块钱，没有创意，没有扣分，很好聊。之前我们已经讲好做 rap 了，第一个想到就是那种 rap， 人性是这样的，当你开始输的时候，你当然是觉得很多东西是不公平。我觉得很重要的是，我们很清楚这个游戏的规则，赢的时候就是要赚最多钱，然后我们都符合每一个条件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是 play smart。哇，4000！我觉得将会是这整个节目最高的一个。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来支持我们，他们不只是单单一个人来，他们叫了他们亲朋好友啊，全部跟着来，所以我们准备的分量也是真的很多。然后到最后的部分呢，那些随意啊或者钱起价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很乐意的跟我们买。至于这些钱呢，我和赫们会把它用在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关注我们的 IG， 我们会在那边宣布。我觉得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不可以一直站着，然后我就觉得站久了我的脚会累，所以真的很佩服他们，就是能够站一整天，而且在那种天气下，对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我们的24小时夜市挑战成功，开档喽！夜市新手。